中俄发布联合声明，为什么强调不是联盟，胜似联盟？而一个新的时代要如何开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联合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这是这2天来最重磅的国际关系新闻了。中俄两国是世界上3大善中的2个，所以这2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做任何事情都足以影响全球。而这个联合声明呢，在很多媒体上被解读为中俄联合对抗美国。之所以会有这种理解，离不开国际政治大背景。现在呢，美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是疯狂的挤压了俄罗斯了，在南海、在东海方向，还有在台海方向，也是在遏制中国。而这2个方向呢，都存在着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而且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俄两国都采取了遏制手段，尤其是俄罗斯受的冲击就更严重了。中国这边呢，还有一个庞大市场是美国政府不敢彻底得罪的，所以还稍微好一些。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中俄是被美国亲手挤压到一起去的，形成了这种背靠背、互相依赖的关系。那么确实存在了联合对抗美国压力的一种成分。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个联合声明理解成抱团对抗美国，那格局就有点小了。其实呢，我们应该仔细阅读一下联合声明的标题：新时代国际关系，还有全球可持续发展。前一句强调的是新时代全球国际关系里要有新的价值观了，后一句强调的是中俄要谋求全球共同繁荣和持续发展，而不是延续对抗和仇恨，这个才是格局。所以呢，对应当前的国际政治背景，还有这2个中心思想，我们再看联合声明以及中俄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就能更好理解为什么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叫胜似一个联盟。首先，在国际关系价值观方面，联合宣言要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重新定义民主和人权这些概念。想当年，民主这个词儿啊，真是好词儿，但是在美国和欧洲，这个词儿被玩坏了。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解释已经是过度放大了个人的自由，然后鼓励了社会内部的对立和冲突。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啊，这种过度的言论自由只能塑造出来一种群魔乱舞。而且美国还没有一个纠错机制，价值观混乱造成的内部冲突还会继续加剧，并且这种价值观已经变成了西方的政治正确，还会把美国这些盟友全绑架了，所以欧洲也在一模一样的出现各种乱象。那么这次联合声明就要重新定义一下民主的概念，也许现在没有多少国家会马上跟随我们提出的概念，但是这杆大旗要先打出来，这样才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这是一场闹剧，并且从闹剧中逐渐解脱。再有，虽然联合声明中呢点名提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那个 AUKUS 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但是更多内容还是强调了中俄扩大与其他国家多领域合作的范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一个多极世界。比如，虽然我们明确反对北约继续东扩，反对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这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实际上也符合法国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利益。这是提示大家，中国和东南亚和欧洲是有共同关注点的。而中俄之间那么多的贸易协定，这次用欧元来结算，也是告诉欧洲，中俄愿意和欧洲共享战略利益，欧洲要好好想想，打击欧元的到底是谁。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中俄背靠背了，也是希望更多国家一起背靠背，给彼此一个安全承诺，集中精力解决民生基建这些发展问题，这才是人权。所以有些情况一定也要避免，尤其是防止中俄关系被形容成、被理解成一个反西方的军事同盟。中俄背靠背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变成了俄欧对抗加剧，或者中欧走向全面对抗，那么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旧的恩怨以及中俄靠拢，反而有利于美国说服欧洲更多国家一起对抗中国，进一步更有利于美国加强控制欧洲。所以美国这次特别希望中国的联合声明涉及乌克兰问题，他们对联合声明做的回应也是在不停地谈乌克兰。那么我们必须要避免其他国家顺着美国的舆论，把中俄关系理解成一个新冷战中的军事集团。那么我们自己的媒体就千万不要按照美国这个思路去解释。中俄联合宣言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这个宣言只是一个开始，要实现宣言的目标，必然经过各种斗智斗勇的博弈。
但是无论怎么样去博弈，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要保卫的是自己的利益，我们需要的是全球的共同发展，我们要做的是用实力遏制某些国家的军事冒险，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寻求战争和霸权。所以我们的方向不能被人带偏，美国犯的错我们不能跟着再犯一遍。好，关于如何看待中俄这次联合声明，今天呢就简单的和大家探讨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